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情感故事。接下来我将用当事人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整个故事。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点赞订阅，谢谢大家啦！我叫安雅，来自坦桑尼亚，今年22岁。3年前，我怀揣着对舞蹈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航班。那时的我天真烂漫，以为爱情和梦想都能像童话一样完美。谁能想到，短短3年后，我会在异国他乡哭着向素不相识的人倾诉我婚姻的崩溃呢？初到台湾时，我加入了一个非洲文化交流团体，在各种活动中表演传统舞蹈。我热爱跳舞，每当音乐响起，我仿佛回到了家乡的土地上。那种自由和欢乐是我在异国他乡最大的慰藉。哇，这个黑珍珠跳得真是太棒了！每次表演结束，总会听到这样的赞美。虽然有时候我会因为肤色成为瞩目的焦点，但能让更多人了解非洲文化，我感到无比自豪。就是在一次文化交流活动上，我遇见了李大叔，我现在的丈夫。他当时已经56岁，刚从警察岗位上退休。第一次见面，他穿着整齐的衬衫，站在人群中安静地看我表演。与其他人不同的是，他的眼神中没有猎奇，只有欣赏。表演结束后，他礼貌地过来打招呼：“你跳得真美，让我想起了生命的活力。”那时的李大叔眼睛里仿佛有星光，让我感到温暖。他不像其他人只关注我的外表或者好奇我的肤色，而是真诚地欣赏我的舞蹈。这让初来乍到、孤独无依的我感到被尊重、被看见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李大叔经常来看我表演，有时还会带一些小礼物，台湾特色的小吃、精致的手工艺品，或者只是一杯热奶茶。他说他想让我感受到台湾的温暖。安雅，你知道吗？你跳舞的样子像一只骄傲的黑天鹅，那么优雅又充满力量。李大叔总是这样夸我，每一句话都让我心里甜滋滋的。慢慢的，我们开始约会。李大叔带我游遍台北的大街小巷，从热闹的夜市到宁静的古寺，从繁华的都市到宁静的海边。他像个百科全书，向我讲述着每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。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。李大叔经常这样说，而你，安雅，是我见过的最美的风景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对李大叔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他虽然年龄大我30多岁，但那种成熟男人的稳重和体贴，是同龄男孩无法比拟的。他退休后有稳定的退休金，在台北近郊有一套不大但温馨的房子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尊重我，尊重我的文化，尊重我的梦想。安雅，你想不想留在台湾，和我一起生活？在认识半年后，李大叔向我求婚了。那天，我们站在淡水河畔，夕阳将河水染成金色。李大叔眼中的深情让我感动不已。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差异，年龄、文化，但爱情不就是跨越这些差异，彼此包容和理解吗？李大叔紧握着我的手说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。在异国他乡找到一个如此包容、理解自己的人，这不就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吗？我答应了李大叔的求婚，在一个简单的仪式后，我们正式成为了夫妻。婚后的生活一开始非常甜蜜，李大叔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还特意空出一个房间让我用来练习舞蹈。这是你的舞房，安雅。李大叔带我看那个被改造的房间时说，我希望你在台湾也能继续追求你的舞蹈梦想。那时的我真的以为自己找到了生命中的伴侣和归宿。李大叔体型不算高大，但保养得当，身体硬朗。我的身材一直很好，肌肉紧实却不失曲线美，深巧克力色的皮肤光滑如缎。每当我们相拥时，那种肌肤相亲的感觉让我沉醉。婚后的蜜月期里，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激情和甜蜜。李大叔虽然年长，但在某些方面依然充满活力，总能满足我的需求。我们在家里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爱的痕迹。那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婚后几个月，问题开始慢慢显现。最初只是一些小摩擦，比如对家务分配的不同理解，对饮食习惯的差异等等。哎呀，台湾的米饭应该这样煮才好吃。李大叔会纠正我做饭的方式。亲爱的，台湾人都是这样收拾房间的，你那样太乱了。即使我觉得自己的方式没问题，李大叔也总是强调台湾人的标准。
起初，我以为这只是文化差异，需要时间适应。我努力学习台湾的生活方式，尝试融入李大叔的圈子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我发现问题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李大叔的朋友们开始频繁到访，他们看我的眼神总带着一丝好奇和审视。有时他们会用我听不懂的台语交谈，然后突然笑起来，让我感到格格不入。他们只是在聊一些老人家的话题，你不用在意。每当我表达不适时，李大叔总是这样敷衍我。渐渐的，我发现李大叔开始对我的舞蹈事业有了不同的态度。刚结婚时，他支持我继续在文化团体表演，但没过多久，他就开始对我的表演时间有意见。你一个已婚妇女了，老是在外面抛头露面不太好吧？李大叔某天突然说道。况且你那些舞蹈动作太性感了，被那么多人看着，我心里不舒服，我震惊极了。这还是那个说尊重我文化和梦想的李大叔吗？这是我的文化，这是艺术。我激动地辩解，你当初不是说支持我继续跳舞的吗？那是在你还单身的时候，现在你是我李某人的妻子了，当然要顾及我的面子。李大叔的态度变得强硬。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大吵，争吵中，李大叔说出了更多伤人的话，你应该学着像台湾女人那样持家，而不是整天想着跳那些奇奇怪怪的舞，奇奇怪怪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那是我的文化，是我的根。你怎么能这样说？文化？李大叔冷笑，在台湾你就应该入境随俗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听到了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，那是我对这段婚姻的信心和希望。之后的日子，情况变得越来越糟。李大叔开始限制我的社交，不让我参加非洲朋友的聚会，理由是那些人太吵闹，不够礼貌。他还对我的穿着指手画脚，认为我的衣服太鲜艳、太暴露，不符合台湾人的审美。你应该穿得更保守一点，这样才能融入台湾社会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把我好不容易从家乡带来的民族服装扔进垃圾桶。看着那些充满家乡记忆的衣物被丢弃，我的心像被撕裂一样疼。那不仅仅是几件衣服，那是我的身份，是我与家乡的联系。为什么？我哭着问，为什么你变得这么不尊重我的文化？我没有不尊重，李大叔辩解道，我只是希望你能更好地融入这里的生活。你是我的妻子，应该以我为中心，理解并接受我的文化。以他为中心，这话像一把刀，深深刺进我的心。原来在李大叔眼中，婚姻不是平等的结合，而是我单方面的放弃自我，融入他的世界。更让我崩溃的是，李大叔开始对我的身体有了不同的态度。婚前，他赞美我健美的身材和充满活力的舞姿。婚后几个月，他却开始暗示我应该收敛一点。你的身材太引人注目了，他皱着眉说，穿宽松一点的衣服吧，不要总是展示你的曲线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引以为豪的身体线条，那些通过严格训练和舞蹈锻炼出来的肌肉和曲线，在他眼中竟然成了需要隐藏的羞耻。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委屈地问。没问题，李大叔避开我的视线，只是台湾人比较含蓄，不喜欢那么张扬。张扬，我只是做我自己而已。我的身体，我的舞蹈，我的文化认同，为什么都要因为台湾人的标准而被否定？那天晚上，当李大叔像往常一样想要亲热时，我第一次拒绝了他。怎么了？他惊讶地问，我的身体不是太张扬了吗？我冷冷地回应，既然你觉得我的身材需要被遮掩，那为什么私下又想要享用呢？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李大叔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他怒气冲冲，我娶你回来，你就应该履行妻子的义务。义务这个词像一桶冰水浇在我头上。原来在他眼中，我不是平等的伴侣，而只是一个需要履行义务的妻子。我不是你的附属品。我大声喊道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我是一个有自己文化、有自己梦想的人。那晚的争吵最终以李大叔摔门而去告终。他去了哪里，我不知道，也不关心。我只知道，那个曾经在我眼中温柔体贴的男人早已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固执、自私、充满控制欲的陌生人。那天晚上，我独自一人在我们的卧室里哭到天明。我开始反思，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婚姻走到了这一步？是文化的差异太大，还是年龄的鸿沟无法跨越？
亦或是从一开始，李大叔眼中的我就只是一个异国情调的符号，而非一个完整的人。第二天清晨，李大叔回来了，脸上带着疲惫和愧疚。他轻轻敲了敲卧室门，我没有回应，他便自顾自地走了进来。哎呀，对不起。他坐在床边，声音低沉。昨晚我太冲动了。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，不知该说什么。一夜的思考让我明白，问题远比一句道歉能解决得更深刻。我们谈谈吧，李大叔叹了口气。我知道最近我们之间有很多摩擦，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互相理解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听着这些话，我忽然感到一阵疲惫。多少次了，每次争吵后他都会说类似的话，承诺会改变，会更尊重我。但最终一切都会回到原点，什么是互相理解？我平静地问，是我完全接受你的文化，放弃我自己的一切吗？李大叔显得有些局促，当然不是。但你要明白，你现在生活在台湾，有些事情确实需要适应，适应不等于放弃自我。我打断他，结婚前你说你爱我的文化，爱我跳舞的样子，爱我活力四射的性格。但现在这些你曾经爱的东西都成了你批评我的理由。李大叔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也许我们都对婚姻有不同的期待。在我的理解中，妻子就应该以家庭为重，而不是整天想着自己的事业和爱好。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让我彻底明白了我们之间的鸿沟有多深。原来在他的世界观里，妻子就应该牺牲自我，成为家庭的附属品。而我，一个有着自己梦想和追求的现代女性，在他眼中竟然是不称职的。那么我呢？我的梦想，我的追求，我的文化认同，这些在你眼中算什么？我质问道。李大叔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转移了话题。安雅，我知道你还年轻，有很多想法和热情，但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明白家庭的重要性，也许再过几年你也会改变想法的。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我，他不仅否定了我的价值观，还用年龄来贬低我的想法，仿佛我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，而非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成年人。我不需要等到一定年龄才能明白什么对我重要。我激动地说，我知道我要什么，我要平等、尊重和理解，而不是被当作一个需要教导和改变的异国物件。争吵再次爆发，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激烈。李大叔指责我不懂事、不体谅、太过自我，而我则反击他虚伪、控制、不尊重我的文化和个人选择。那天下午，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决定暂时搬出去住。我需要空间思考，需要远离这个让我窒息的环境。你要去哪里？看到我拖着行李箱，李大叔惊慌地问，去一个能让我做自己的地方。我回答，你不能走。李大叔拦在门口，你是我的妻子，应该留在家里。我首先是一个人，然后才是一个妻子。我坚定地说，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一点，那么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。最终，在我的坚持下，李大叔让开了道路。但临走前，他丢下了一句话，如果你现在走出这个门，就永远别想回来。听到这句威胁，我反而笑了。你终于说出了真心话。在你眼中，婚姻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，而是一种控制和占有。带着满腹的委屈和失望，我投奔了在台北的几个非洲朋友。他们听完我的遭遇后，都感到愤怒和同情。安雅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我的好友娜塔莎抱着我安慰道，很多跨国婚姻都会面临这些问题，特别是当一方觉得另一方应该完全融入自己的文化时。在朋友家住了几天后，李大叔开始不断地打电话来，时而道歉，时而恳求，时而威胁。他说如果我不回去，他就要告诉移民局我抛弃了婚姻，这可能会影响我在台湾的居留身份。这个威胁让我害怕，但也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。我不能回到一段建立在控制和恐惧基础上的关系中。几天后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我联系了一个专门协助跨国婚姻问题的社工机构。社工林小姐听完我的故事后，郑重地对我说，安雅，你经历的是一种文化霸凌，甚至可能构成家庭暴力的一种。你的丈夫试图通过否定你的文化认同和个人价值来控制你，这是不健康的。林小姐的话让我如梦初醒。原来我所经历的不只是简单的文化差异，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压迫。李大叔利用我对他的感情和对台湾的陌生，
试图塑造一个符合他期望的完美妻子，而不是接受真实的我。在社工机构的帮助下，我开始了法律咨询。我了解到，即使离婚，我也有权利申请继续在台湾居留，特别是如果我能证明婚姻破裂不是我的责任。这个消息给了我莫大的勇气。2周后，我鼓起勇气回到了那个曾经被我称为家的地方，准备与李大叔进行最后的对话。推开门的那一刻，我惊讶地发现家里焕然一新。客厅的墙上挂满了非洲风格的装饰品，餐桌上摆着几道看起来像是非洲菜的食物，甚至连音响里播放的都是我喜欢的非洲音乐。李大叔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衬衫，站在客厅中央，脸上带着期待的笑容。安雅，欢迎回家，我布置了一个惊喜，你喜欢吗？看着这一切，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这些表面的改变，这种夸张的文化尊重，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不理解。他依然没有明白，我要的不是这些浮于表面的符号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平等。李大叔，我摇摇头，你还是不明白，对吧？什么不明白？他疑惑地问，我不是已经接受了你的文化吗？你看，我连衣服都换成了非洲风格的。这不是接受，这是表演。我叹了口气。真正的接受是理解和尊重我的选择，而不是把我的文化当作一种装饰或者噱头。李大叔的笑容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困惑和不满。我已经做了这么多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是平等的伙伴关系，而不是你主我从的婚姻。我直视他的眼睛，我想要的是能够保持自己的文化认同和个人追求，同时也尊重并理解你的文化和价值观。但显然这不是你能给的。你太理想化了。李大叔的语气变得冷漠，婚姻哪有那么完美？总要有一方做出牺牲，为什么必须是我？我反问，为什么不能是相互理解和妥协？沉默在我们之间蔓延。最终，李大叔打破了沉默。也许你说的对，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。不仅是文化和年龄，更是对婚姻和生活的理解。那天我们平静地谈了很久，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，这段婚姻已经无法挽回。我们都需要勇敢地承认这个事实，并体面地结束它。接下来的几个月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。离婚程序、居留身份的变更、寻找新的住所和工作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。但幸运的是，我遇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。社工林小姐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帮我处理各种法律和生活问题。我也重新联系了那个文化交流团体，他们不仅欢迎我回去表演，还为我提供了一份教非洲舞蹈的工作机会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在得知我的故事后，一些台湾本地的舞者和艺术家主动向我伸出了援手。他们邀请我参加各种文化交流活动，让我有机会向更多人展示非洲文化的魅力。安雅，你的故事很有价值。一位台湾舞蹈家告诉我，他提醒我们，文化交流不应该是单向的同化，而应该是相互尊重和理解的过程。这句话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。我开始意识到，也许我的经历不仅仅是一个失败的婚姻故事，也是一个关于文化碰撞和成长的宝贵教训。离婚后，我搬进了一个小公寓。虽然空间不大，但这里充满了我的个人风格，色彩鲜艳的非洲布艺，家乡带来的手工艺品，还有我最爱的舞蹈音乐。每天清晨，当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时，我会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跳一段舞，感受生命的脉动和自由。有时，我会想念那个曾经让我心动的李大叔，不是后来那个试图控制我的人，而是最初那个眼里有星光、尊重并欣赏我的人。我想，也许在某个平行宇宙里，我们能够真正跨越文化和年龄的鸿沟，建立一段平等而美好的关系。但在这个现实世界中，我们的结局已经注定。有些差异不是爱情就能轻易跨越的，有些理解需要更深层次的文化包容和自我反思。今天，距离我和李大叔离婚已经过去了半年，我依然住在台湾，依然跳着我热爱的舞蹈，依然在努力了解这个曾经让我心碎的国度的文化。我不再对跨国婚姻抱有天真的幻想，但也没有因为一次失败而变得愤世嫉俗。前几天，我在一个文化交流活动上再次遇见了李大叔。他看起来老了很多，眼神中带着复杂的情绪。我们简单的打了个招呼，没有多说什么。但在分别时，他忽然对我说，
安雅，对不起，我太自以为是了，以为爱就能跨越一切，却忘了尊重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权利。听到这句迟来的道歉，我的心情格外复杂。我不恨李大叔，因为我明白他也是自己文化和时代的产物。就像我无法完全抛弃我的文化认同一样，他也难以完全摆脱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。没关系，我真诚地回应，我们都学到了宝贵的一课。离开活动场地时，我仰望台北的夜空，这座城市曾经让我心碎，但也让我成长。在这里，我经历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，身份的迷失与重塑。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是继续留在台湾，还是回到非洲，亦或是探索世界的其他角落。但我知道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会带着我的文化、我的舞蹈和我的故事继续前行。因为最终，我明白了最重要的一课，在爱与被爱之前，我首先需要做真实的自己，并且勇敢地捍卫这种真实。这就是我安雅，一个22岁的非洲舞者，在异国他乡崩溃又重生的故事。也许它算不上完美，但它是真实的，就像生活本身，充满了酸甜苦辣和难以预料的转折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不再为那段失败的婚姻感到羞耻或后悔。相反，我感谢它给了我成长的机会，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，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尊重。如果要给同样面临跨文化恋情的人一些建议，我想说的是，爱情固然美好，但它不是万能的。真正健康的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、理解和包容的基础上，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同化和改造。我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，但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带着过去的经验和教训，我将以更加成熟和坚定的姿态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和机遇。因为我相信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要保持真实的自我，就能找到真正的归属和幸福。谢谢大家听我讲述这个故事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，请记住，你不是孤独的。每一段经历，无论多么痛苦，都是生命馈赠给我们的礼物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智慧。愿所有在异国他乡追寻梦想的灵魂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时候确实难以调和，特别是当背后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时。但我相信，只要彼此真诚相待，保持开放和尊重的态度，总有一天我们能够建立起真正平等和谐的关系，不论是爱情还是友谊。最后，谢谢大家的聆听和支持。如果我的故事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思考和感悟，那将是我最大的安慰。愿每一个人都能勇敢地做自己，无惧文化的差异，坚守内心的声音。因为最终，我们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，然后才是某个文化、某个国家、某种身份的代表。